要不要本公主去请我父皇口谕，让三姑娘进宫陪我母妃叙话呀？族长脸色也沉了下来。他们盛家虽然不是什么世家大族，但也断然没有让人这样上祠堂找事儿的。他目光冷沉地看了微低着头的盛云珠一眼，生出了几分厌恶。小小年纪，心机倒是深沉。公主见谅，不知公主今日约了云珠，怠慢了公主，还请公主见谅。云珠，既然贵妃娘娘请你过去叙话，你就快些回去收拾下，跟公主进宫去吧。族中的小事等你回来再办也不迟。族兄觉得呢？族长的脸色更加难看了几分。他现在可算是明白了盛君瑶当初找到他，让他务必将盛云珠从族谱上划去是什么意思了。此女的心机手段是祸非福，可眼下却不是他说了算了。公主请。六公主有些不耐烦，轻哼了一声。这个盛云珠可真是多事儿，自己不知道干了什么事儿被族里找麻烦，还得他借着母妃的名义来救场。真不知道三哥看上他哪里了，假惺惺的，还不赶紧起来，让我母妃等着吗？请公主殿下恕罪。他这是算计好了，只要今天他跟着六公主了，族长他们肯定要掂量掂量，没那么轻易把他从族谱上划去的。他算计的可真好，气死我了！大哥一番努力都白费了，要是大哥在家就好了。哼，他有后招，我也有啊。就在这个时候，祠堂内盛云珠站起来，准备跟着六公主离开。外面颜月带了一队禁军在门口跟他们对了个正着。爷爷，你干什么？哎，你怎么在这儿呢？本公主在哪里需要跟你说吗？我不管你干什么，都给我让开，还不快走！哎，你要带盛三姑娘去哪儿啊？去哪里你管得着吗？哼，母妃让我来请三姑娘进宫，怎么，你有意见？不敢，但是你可能要等一会儿了，正好有个事情提前告诉你啊。太子殿下破获青莲观上善仙姑伙同青莲师太拐卖虐杀幼童，用其脑髓炼制养心丸的案子，下令将青莲师太所售出的所有养心丸都收回销毁了。前几日盛三姑娘从青莲师太那里拿过养心丸，我奉命前来收缴。你说什么？你不会是在胡说八道吧？你看我像是在胡说八道吗？太子殿下已经命人将此事昭告整个京城，此案也交给了大理寺处理，他亲自监督。不信的话你回宫问啊，贵妃娘娘那里应该没有吧？当然没有，本公主今天还有事，不耽误您了。说完，看都没看盛云珠一眼，带着人急匆匆的就走了。你说，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何时购买的养心丸？我昨夜我问你青莲观的养心丸是不是真的，你信誓旦旦地说是三殿下帮你从青莲师太那里拿来的，是真的吗？我再问一遍，是三殿下帮你的吗？盛三姑娘，此事当真呢？你可要如实说。太子殿下交代，所有购买青莲观养心丸的人，来源一律要如实交代，之后是要呈交给陛下的。还不如实交代？他垂下眼眸，遮掩住了眼底的那抹怨毒。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承认是三殿下帮的忙，这样盛家一定会有所顾忌，族谱的事情还有一丝希望；但是这样就会牵连到三殿下，这样的大案捅到陛下跟前，就算三殿下不知情，也免不了受牵连。如果说不是三殿下帮的忙，那今日他就彻底没了底牌，盛家一定会将他从族谱中划去。不是的，不是三殿下帮我的，我是为了逞能骗你的。青莲观的养心丸是我托上山仙姑帮的忙，她欠我一个人情，我有一次出门的时候碰巧救了她弟弟，我是拿着这个人情求她帮的忙。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别
别的心思，我只是为了母亲的身体着想。我听说那个养心丸……这样啊，那以后还是别随便打着三殿下的名义到处乱说话了。得亏刚刚六公主走得早，若不然圣国公府岂不是要丢大脸了？不过这跟我也没关系，我只是路过，随便问问。你们继续，我就不打搅了。既然圣三姑娘已经将来源交代清楚，那我就不再过多追究了。还请圣国公配合一下，如果养心丸尚未服用的话，还请交上来，我好拿回去复命。我这就派人去取，稍等。龟嬷嬷很快将东西取回来，交给了颜月。颜月查看之后，便带人离开了。请族谱将盛家三姑娘盛云珠从盛氏一族族谱中划去。盛云珠一瞬间面如死灰，盛国公沉着一张脸，却也说不出什么了。但愿这丫头心里明白，没有盛国公府，她想嫁给三殿下就是痴人说梦，不要脱离了她的掌控吧。快去打听一下青莲观究竟是怎么回事，太子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动青莲观？是。祠堂里彻底没了旁人，盛国公也抬脚要走。父亲，父亲，让我该怎么办？若是殿下知道我已经不是盛家的人了，我该怎么办？父亲，你帮帮我，你帮帮我！废物！父亲，这是最后一次，你若是没有把握，日后就给我安分一点，不要再被人抓住把柄，否则就是我也保不住你。等你真正离开了圣国公府那日，谁都帮不了你。你想嫁给三殿下，更是做梦。你当真觉得三殿下稀罕你那点姿色吗？所以我警告你，你就是有千般手段，也要给我等到你进了三殿下的后院之后再施展。这件事要是有任何差错，我第一个饶不了你。是，来日方长，他就不该这么心急。等盛君瑶死了，等太子死了，他会让这些所有得罪过他的人都付出代价，一个都不会放过。我知道了，我知道是什么了。是明星曼陀罗，青莲观的养心丸里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它。我试过很多种配比，都差了点意思，直到我找到了明星曼陀罗，终于对上了。终于对上了。我正要来问你呢，不过迷星曼陀罗是什么东西啊？我怎么没有听你提起过？迷星曼陀罗也是曼陀罗花的一种。曼陀罗这种花可以入药，也可以杀人，蒙汗药里就有这味药，但是不同的品类之间也有一些不同的作用。迷星曼陀罗的特殊作用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慢慢的激发身体的潜能，让身体回到最好的状态。打个比方，相当于提前消耗生命来维持最佳的状态。加上曼陀罗自身入药就有安眠镇痛的作用，服用之后能够缓解许多身体上的疼痛，只要巧妙地控制用量，就能达到一个诡异的效果，既不致死，又会呈现出非常好的效果。任何提前消耗生命的药都有副作用，那时间长了岂不是……没错，这个药无论控制到多么精准，都会有副作用，所以时间长了就会产生依赖性。因为没有人能够接受自己的状态变得越来越差，一旦停了药，短时间内不显，但只要过上几个月，后果一定会迅速显现出来，快速衰老，头部的经络也会受到影响，出现紊乱的状态，轻则头痛难忍，重则疯癫致死。所以他们该不会是觉得吃什么补什么，所以才在原本的方子之外加了幼童的脑髓，认为那是最纯粹的精华。滑稽，滑天下之大稽，荒谬，荒谬至极。我游历天下，见过恶妇满地，哀鸿遍野，
甚至有灾荒年月易子而食，也听过有妇人食子和车，但以脑髓入药，如此荒谬的做法，还是头一次听说。陆泱泱的面色也十分的难看，他又何尝不是？他也见过无数人心险恶，但也从不曾想过还有这样骇人听闻的手段。哎，对了，师傅，你快把你发现的东西给我整理一份，我去拿给太子殿下。这个案子现在爆出来，虽然抓了上善仙姑跟青莲师太，但是保不准有人真以为这个法子有用，暗中效仿，那样的话就违背了公开这个案子的初衷啊。你这小丫头年纪不大，想的倒是挺周全。不用你交代，太子殿下昨日就派人来找过我，叫我务必找出这药的危害之处，还提点我说怀疑这药之中含有禁药。我这才想到去找相似的品种，总算是叫我找着了。只是我没想到这药竟然还……陆泱泱一拍脑袋，只顾着着急了，怎么忘了太子殿下行事一向周全，怎么会错过这么重要的问题呢？跟太子殿下比起来，他还是太稚嫩了。儿啊，你跟爹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查出来这个案子是大案，你要办案，爹支持你。但是这件事关系到太后，你嫡亲的祖母，如今闹成这样，如何收场？你也为爹想想啊！爹今天在老母亲面前可是头都抬不起来呀。咱们商量商量，换个法子行不行？好歹给你祖母留些脸面。你是不知道，今天下午一哭二闹三上吊，还是骂我心思歹毒，冷心冷肺，是故意报复他。为了当年母后的事情故意报复他，让他不好过，还有什么？阿雀呀，你祖母她年纪大了，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就是这事儿，咱能不能再商量商量？阿雀，爹也是为了你好，这次的事情……烦你去告诉皇祖母，青莲观里几箱白骨，现在还放在大理寺。他若再闹，姑就给他送过去，让他日夜看着这案，姑该不该办？哎呀，该，这又没说不该嘛。你别急呀，急什么？今儿个中秋节，一会儿就要开宴了，这一年一次，咱爷俩也喝2杯，成不？太子转眸平静地看着皇帝，皇帝表情蓦地僵住，讪讪地描补：朕是说咱们爷俩，不带别人。这是此次涉案购买青莲观养心丸的名单，我能做的让步，就是这份名单留着。皇祖母那里，他愿意折腾就继续折腾吧。青莲观的养心丸起作用的是一味叫迷心曼陀罗的花，此花有毒，日积月累会影响神智，无药可解。什么？若人吃人也能长寿，不过又一群豺狼虎豹。冯公公，送姑出去。我今天打听到那个上善仙姑的弟弟阿良，据说他每个月都会去城南的一栋宅子，在南七巷那边，主人神神秘秘的。您知道那是谁的宅子吗？南七巷是大皇兄的宅子，大皇兄鲜少露面，也不在名单之上。名单是购买青莲观养心丸的名单吗？不过买了养心丸的人未必是自己服用的，再加上3年的时间，这份名单的真实性也要打个折扣。也是，说不定大多数都是代买，谁也不知道这些养心丸究竟转来几手，流到了何处。最重要的还是揭开养心丸的真相，震慑他们，避免同样的事情再发生。你说的没错，所以姑打算3日之后，在午门外将涉案人员当众行刑，以此震慑此案相关的所有人。还要多谢你今天及时让颜月送来的东西，不然怕是姑砍了一批人，下一批人也会暗中做这种事情，非但不能禁止，反而会愈演愈烈。太子眉心轻微蹙起，这件事其实十分难办，为了利益，大多数的人都会铤而走险，所以必须要慎重再慎重，且不能拖，拖得久了，传言只会越来越多。大皇兄那里，姑会派人留意一下，
再重新审查一遍犯人的口供，若有消息，再同你说。时间不早了，你也早些回去休息。我只是看看有没有能用到的线索。殿下办案要紧，不用特地跟我说的。那我就先回去了，殿下也早点休息。转眼就到了第2年的冬天，是陆泱泱的梦中大哥战死沙场的时候。你不是说要弄死盛君瑶吗？可他到现在不还活得好好的？急什么呀？才刚入冬，到了年关自然会有好消息的。不该说的话还是不要说，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然而离端县主已经惊得四肢僵硬，整个人仿佛一瞬间坠入了冰窟，脑子里嗡嗡作响。谁？然而已经迟了，他扭头就跑，张嘴想喊出声，却因为太过惊惧，那一瞬间竟是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来。怎么办？他一定是听到了。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薛婉宁脸色煞白，却无法反驳。自跟盛君瑶退婚之后，他的日子很不好过。最初他还曾后悔过，可后悔不能改变任何东西。他只有想办法找机会往上爬，他才有可能将憎恨的人都踩在脚下。尤其是盛君瑶，盛君瑶不死，他怎么都意难平。不能在这里杀了他，我先想办法将他送出京城，然后再找机会动手。你现在回去，不要露出任何破绽。陆姑娘，这是县主的耳坠，在西苑梅林边上找到的，带我过去。都怪我没想太多，刚刚带人到处找，把这里踩得乱七八糟的。陆姑娘，现在怎么办啊？县主是不是出事了？陆泱泱没回答，他低着头朝着走廊走，突然间发现在台阶一侧有一个略显明显的深脚印。为什么呢？极有可能那个人搬了重物，才会导致有个露出痕迹的脚印格外的清晰。我怀疑段丽被人打晕带出了京城，我现在出去追，你让林峰带人跟上接应我，然后立刻马上通知长公主封锁整个公主府，所有地方搜一遍，看能不能找到人。如果找不到，就在京城找，听明白了吗？记住了。陆泱泱松开他，转身就往外跑。晚一刻钟，就多一刻钟的危险。我为什么会在这？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是谁？你要带我去哪儿？我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呀？我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对，我肯定是被喂了药，或者是被打到了头，我脑子被打坏了。怎么会这样？我到底是有多有钱才会被这么对待？怎么办？我那么有钱，我要是死了怎么办？你觉得你很有钱？是不是被我猜对了？哼，看你长得眉清目秀，一脸老实的样子，你怎么能做这种事？你肯定是入赘的吧？你家是不是特别穷，所以才过来给我当赘婿？然后你不甘心，就半夜3更把我绑了，想要杀了我，侵占我的财产。你怎么能这么做？我真的好痛心啊！我们成亲多久了？我该不会是已经怀孕了吧？啊！天哪！老天爷，你睁睁眼，看看这丧良心的人吧！我命怎么这么苦？你当真不记得了？记得什么？记得你如何迫害我吗？老天爷，我怎么这么冤？我上辈子是窦娥吧？你下场雪吧，6月飞雪。现在是10月。我命很苦，我姓窦呀，我碰上这么丧良心的人。闭嘴！再杀我现在就杀了你！离端县主一下子就惊了声，怯怯又怨恨地瞪着他。你老老实实待着，等到了水塘边，我就给你个痛快。大哥，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你真要杀了我吗？
我真那么有钱吗？你把我绑了还不够，还要杀我。你是那么爱钱，你怎么不把我卖了呀？还能多卖点银子。反正山高水远，我就是想找你也找不回来。你杀了我，要是被人发现了，官府不会找你算账吧？杀手赶着马车，唇角却划过一抹讥讽。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愚蠢又单纯的姑娘？也罢，就当她好心，让她多活2个时辰吧。马车赶了一夜的路，人受得了，马也受不了了。杀手这才惊觉，他竟然听着离端县主的念叨，听了1个晚上。他接到的命令是将离端县主带到远离京城的地方杀掉，越远越好，但未免夜长梦多，要看情况及时处理，避免留下后患。杀手扛着他快速地跑到附近的一个林子里，这里地势起伏，有一些土山遮掩，少有人烟，将人埋在这里的话，应该很难被发现。这么想着，杀手将离端丢了下来，打算先去解决一下生理问题，再挖个坑，直接将离端县主给埋了。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他听着外面的脚步声来回了好几次，终于没了声响。可他仍旧是一动也不敢动，直到感觉头顶的干草被太阳照得有些暖烘烘的，他才咬紧牙关，强撑着从坑里爬了出来。等一下，姑娘，你这是怎么了？我去寻亲，路上被打劫了，我拼命才逃了出来，但是路引却丢了。这位娘子，您能不能行行好，带我一程？我把这个给你。哎，可怜劲儿的，我看你呀，跟我那小闺女差不多大，就载你一程好了。谢谢您啊，您可真是个大好人。陆泱泱这一天一夜几乎都没怎么休息，一直到快要天亮的时候，安排出去的人在附近的草堆里发现了一枚珠花簪，赶过来交给了陆泱泱。陆泱泱立刻找过去观察了附近的情况，没有血迹，但有马车碾过的痕迹，由此陆泱泱几乎可以确定了对方离开的方向。焦灼的是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谁呀？陈娘子，我是客栈的厨娘，来送梨子的。梨子？我并未要过梨子呀。刚准备找地方躲起来的离端县主猛地跳了起来，飞奔到门口，激动的一把拉开了门，果然看到了陆泱泱。我听见薛婉宁跟一男的说，不是说要弄死盛大哥吗？怎么人还没死？那男的就说急什么，到了年关定有好消息。我当时吓坏了，我转身就想跑，但那地方根本就没地方躲，我都没跑2步就被人给打晕了。洋洋怎么办？薛婉宁那个臭女人，她为什么要害盛大哥？跟他密谋的那个男人，我只看到了背影，有些眼熟，应该是当天的那个宾客，但是想不起来是谁，声音也没听过，刻意压低了，我听不出来。你差点就没命了。他当时就想到，可能是离端无意中听到了什么，被人撞见了，才会想被灭口，却没有想到是有关大哥的事情。你别生气了，我也不是故意的，我根本就没想到那么凶险，我这一路过得可惊心动魄了，有2次都差点没命，多亏是我福大命大才逃过一劫。我都要被你吓死了。还有长公主殿下，你要是有个3长2短，你想过殿下吗？还有大哥，若知道是因为他你出了什么意外，他肯定要愧疚一辈子了。那分明是那些人心术不正，跟盛大哥又没关系。不过我娘肯定是要难过了，我还是舍不得她难过的。那现在怎么办啊？我好不容易逃出升天，本来是要找机会回去的，可我不敢。我是在进城之前偷跑的，他肯定会在城里守株待兔等我出现。我怕我还没出城就没命了，就只好出了钱，继续跟着陈大娘出城了。那杀手应该想不到我能越走越远。还有薛婉宁那个臭女人，她肯定怕我回去拆穿她，
要知道我没死，指不定怎么在京城找人埋伏着杀我呢。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得想办法赶紧给盛大哥报信。唉，都怪我暴露的太快，不然说不定还能多偷听2句。你偷听这一次就差点要命，你还想听啊？你说的没错，想杀你的人肯定知道了你现在没死。从平阳县城到京城的一路上，估计都埋伏着杀手，只等你出现就立刻杀了你。我带来找你的人也多半会被盯上，我们现在掉头回去只会更危险。那我们不如去找盛大哥吧，那些人肯定猜不到我们去找盛大哥，就算是猜到了，我们也走远了，早就把他们给甩下了。怎么样，我这个主意是不是特别的棒？陆泱泱略有些惊讶地看着他，其实他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他想的是自己一个人去。你该不会是想把我给丢下，你自己去吧？陆泱泱略有些不自在地轻咳了2声，不言而喻。我不管，我才不走。你要是敢不带我，我就偷偷去。你休想甩掉我。好吧，那你还是跟我在一起吧。泱泱，信主，你们盛大哥，先别过来。大哥，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换个地方吧。泱泱，信主，很抱歉，现在恐怕不太方便让你们进城。大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是有传染的疾病吗？你瞧我都忘了你是个大夫，怎么可能瞒得过你？前段日子有路过的行商发了高热，没几日他所住的客栈多半的人都跟着发了高热。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疫病，但是大夫诊断之后说有可能是天花。天花！陆泱泱也被镇住，那么一瞬间，他好像突然就明白了梦中为何大哥会战死沙场。明明没有特别大的战事，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异常，但最终大哥的尸骨都没能送回到京城。原来是这样。那盛大哥你怎么办啊？有人要杀你，他们要杀你，难道……他突然就说不下去了。他再怎么天真无邪，在得知有人要暗害盛君瑶之后，他们赶到阳关城就发现了这里有可能有天花这种致命的疫病，他也不可能欺骗自己这只是一种巧合。抱歉让你们受惊了，我在城中疫病区待过，不能久留，我让人送你们离开。泱泱，你是大夫，记得回去煮些汤药预防一下，如若没有药方，我让人去取了给你带上。别停留，快些走。陆泱泱看了大哥一眼，然后抬手搭在黎端的背后。黎端还没有反应过来，陆泱泱直接一个手刀在他后颈，直接将他给劈晕了过去。泱泱，盛君瑶惊讶地看着陆泱泱的动作，还没张口问就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泱泱，别的任何事情我都能依你，但唯独这个不行。你一起走，我这就去安排，必须走。大哥，我是个大夫，你与其相信什么天命赌什么运气，不如相信我。不行。大哥，我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把握。如果我留下来，或许就能救更多的人。如果我走了，你还有别的办法吗？我知道你不惧死，但是其他人呢？他们也是无辜的，你真的忍心吗？盛君瑶攥紧拳头，艰难地别过头去，他眼眶微红。他当然不忍心，如果泱泱真的有办法，那不只是救了他，而是救了整个阳关城的百姓和将士。作为兄长，他已经亏欠泱泱良多，此时哪怕有希望，也多半是死路一条。对百姓他不忍心，那对妹妹他又何尝忍心呢？大哥，这不是你的决定，这是我的决定。我虽身无长物，也想尽绵薄之力。我既然决定留下来，你是没办法赶我走的。就算你强行把我送走，我也会再跑回来。只要你一眼看不住，我就会想办法进城。我说到做到。大哥，你相信我，我肯定可以的。我相信你。
你早答应不就好了？我一直想办法说服你，可真是太难了。我刚刚在想，要是我直接转身就走，当做没见过你，你会如何？会不会生气失望的直接扭头走掉？在大哥眼里，我有那么蠢吗？所以我想了想，是我那个想法蠢透了。我让人连夜送县主离开，叫声快一点，还能在落雪前赶到驿站。大哥都知道我会跑回来，那小黎怎么可能会愿意离开啊？他只会比我跑得更千奇百怪。你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来这里的。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把他关着，能关几天算几天，别让他偷跑了就行。等我找出治疗疫病的办法，再把他放出来。盛君瑶微愣了下，显然也想到了什么，略有些不自然地轻咳了一声。阳关城有牛市吗？附近村镇的耕牛多不多？西北有很多游牧部落，最不缺的就是牛羊，还有战马。开通边贸之后，除了前来交易的部落，还有游走各地的行商也会聚集到阳关城。在封城之前，还在交易中的牛市有2个，约莫应该还有200多头牛停在市场中。陆洋洋的眼睛立即亮了起来，这可是老天爷都看不过眼在帮忙了。如果姑姑跟他说的那个办法确实行之有效的话，那最多1个月，他就能将这场瘟疫完全控制住。大哥，你先带我去见大夫，我要看一下药方，跟他们商量一下如何防治。然后明天一早你帮我安排一下，我要去一趟牛市。洋洋，这太危险了。我已经想到办法了，不信的话你明天跟我一起去。姑娘，你是怎么进来的？可是发热了。我不是病患，我也是大夫，我来看看情况，能给我看看药方吗？我是你们将军送过来的，他就在门口。这是我们斟酌过的药方，目前这里有10几个病人，昨夜已经去了3个，还有2个怕是熬不过今晚了。陆洋洋没说话，先看了一眼药方，然后又去查看了一下病患的情况，根据程度将药方里的药根据病人的情况同大夫商量了更换2味药。没想到姑娘小小年纪用针的手法竟然如此老练，不知师从何人？我师父是文艺。文师弟，怪不得，想不到文师弟何时竟收了弟子。老夫姓方，与你师父也算是同门，你可以喊我方师伯。方师伯好，我叫陆泱泱，您叫我泱泱就好。师伯，您能跟我说一下现在全城病患的情况吗？老夫幼时出过痘，不容易感染，但你还小，不能一直待在这里。快些走吧，回去喝1剂汤药，避免接触人，我这就去给你抓药。方师伯，陆泱泱想说点什么，但是在方师伯的眼神中，他又默默地将声音给咽了回去。我知道了，师伯，我会好好保重的，你也是。大哥，你现在就带我去牛市吧。现在？你一路舟车劳顿，晚膳都还没用过吧？我先带你去休息，明日一早就现在去。好，我现在带你过去。洋洋，要找什么？找牛痘，牛身上的疱疹。我听过的那个法子，就是将疱疹的脓液滴到人的伤口里，让人感染了这种疱疹之后，就可以预防天花了。这个法子很简单，但我不知道有没有用，所以需要试一试。我找到了。这时，城外突然传来一声声的号角声。不好，有敌袭！洋洋，我得出城去，城里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大哥，早去早回。约莫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过去，最开始种植牛痘的人基本上都已经痊愈，接触病人以后也没有感染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从姑姑那里听来的那个法子，经过验证，有了基础的成效。洋洋，好师侄，你可知此举若成，功在千秋啊！太好了，
真的是太好了。师伯，这真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我从前在乡下的时候听人无意间提起的，这次也是情势所逼，迫不得已。如若不然，我是万万不敢冒这个险的，所以也就歪打正着了。还要拜托师伯日后千万别把我说出去，我如今处境特殊，有些事情传得多了不是好事，拜托师伯了。唉，也罢，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还年轻，但师伯相信你日后一定能利用自己所学，为天下百姓做更多的事情。无论这个法子是不是你想出来的，但此法可救阳关城一城百姓的性命。师伯此生能遇见你，参与此事，方才觉得此生无憾呐。不知道大哥什么时候回来？陆姑娘，京剧受伤了，您快跟我走一趟。什么？我回来时已经听人说了，你那个法子是管用的。前几日我除了伤口有些瘙痒，并没有别的症状，倒是军中确实有几个感染的，所幸发现及时，已经让军医将他们隔离照顾了。陆泱泱轻身过去，检查了一下剑伤的位置，在肩膀靠下的地方，再稍微偏上一点，可就危险了。这么开心啊？大哥能活着，真是太好了。是，那可要多亏了泱泱，若不然，我怕是扛不过这一战。他太清楚了，一旦疫病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或者他战死沙场，将士们就算勉强守住阳关，朝廷那边收到消息以后，对待阳关城的处置方式只会是封城屠杀，连太子也无力回天。此次阳关城的疫病事件，过几天我会亲自写折子递交回京，让陛下彻查此事。能解决阳关的危难，你功不可没。我打算为你请功。请功？千万不要！怎么？是担心功劳太大会遭人眼红吗？你且放心，你此举之功，不止在眼下，无论怎样的封赏，都是你应得的。大哥，我不是不想要封赏，其一，这并不是我想出来的法子，若是占了这个功德，我于心有愧。其二，我不想被人盯上，小打小闹可以，一旦做了什么大事，肯定有人要怀疑我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大哥知道了，我会想办法替你遮掩过去的。但你做了那么多，阳关城的百姓跟将士都会记得。陆泱泱才不管有没有人记得呢，他最开心的是他做到了这件事，能让大哥活着，能让那些无辜的百姓们活着，这就是最好的事情了。顾母寿宴那日，李端究竟看到了什么？陆泱泱这才想起来，他正是要来跟太子说这个事情的，便急忙把当时黎端被人掳走的经过给说了一遍。小黎说只看到那男子的背影略微有些眼熟，但是声音听不清，对方压低了声音，他并不熟悉，想来不是经常见的人，若不然也不会分辨不出来。对了，大哥说把疫病带进阳关城的是行商，但那行商很快就死了，他让人将相关的人都关了起来，但因为死了大半，也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他还在查那些行商的来处，他们那么笃定大哥会死，笃定这就是一个死局，那天花疫病的事情绝对跟他们脱不了关系。郭介吉查过顾母生辰那日的事情，你所说同薛大姑娘一起的那人不是老三啊？不是三殿下？老三有不在场的证明，他那日还没开宴就被程大姑娘给约出去了，门房亲眼看到他离开的，事发之时他刚跟程大姑娘碰上面，也有人看见，时间对不上。郭让人仔细调查过后来追踪黎端的人，跟去年刺杀你的多半是听命于同一个人。那伙人后来不是销声匿迹了吗？人手可以换，但行事风格总能抓到蛛丝马迹。掳走黎端那个杀手在被抓住之前就已经自杀了，郭让人验了尸，在他身上发现了跟去年刺杀你的杀手一样的毒药，
豢养暗卫也好，杀手也好，多半会有固定的控制手段，用毒就是其中一种。更巧的是，这种毒跟去年青莲观养心丸发现的那种迷心曼陀罗有几分相似。那殿下查出来这味药出自何处了吗？出自西南一带，西南密林瘴气丛生，有许多古老的部族，比如善用蛊的苗疆，还有善毒的，许多禁药便是出自西南密林，很难追究其真正的出处。但跟西南有所关联的人却有一个。谁？孤的大皇兄宗克。大殿下，难道那天在花园里跟薛婉宁说话的人是大殿下？小黎说过他也很少见到大殿下，所以也不是很熟悉，如果认不出来贴在情理中。可大殿下不是腿脚不便吗？他那日才前脚刚跟薛婉宁定情，怎么会转身又去密谋要害死我大哥？只是查到了大皇兄身边的人曾经去过西南。大皇兄的生母早逝，他身体也不好，有个小宫女懂些医药，便被指派过去照顾他。后来大皇兄到了年纪，出宫见父，那宫女也得了恩典，随他出宫。姑让人查过那宫女的籍贯，正好在西南一带，且前几年他曾经回过家乡一趟，那宫女一直身居府中，极少出现，暂时还查不到更多的消息。大皇兄腿脚不便，自幼便对此十分忌讳，在人前也极少走动。跟薛大姑娘密谋的人未必是他，只是有些事情恰好巧合了。陆泱泱点头，也确实如此。甭管那人是不是大殿下，其他事情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大殿下的影子，或者是跟那味药有关的，确实是挺巧合的。别担心，姑已经在想办法安插人手进大皇兄的府上查那位宫女了，也已经派人去了西南找有关那味药的线索。只要找到那味药有关的线索，就能顺藤摸瓜找到隐藏在背后的人。没有找到那个人，就没有办法给薛婉宁定罪。那小黎现在在京城会有危险吗？姑母会安排人保护她的。至于薛大姑娘，有的事情也不是非要证据不可。现在最重要的是整理好阳关城疫病的证据，此事绝不可轻轻接过。那殿下，我能做点什么吗？你救了阳关城一城的百姓和将士，你已经做了最重要的事，剩下的事姑来办。殿下，你等我一会儿，我去把针取来给你针灸。好。陆泱泱第二日就知道太子所说的有些事情也不是非要证据不可是什么意思了。长公主直接带着黎端跑去了京兆尹的衙门击鼓鸣冤，状告广平侯之女薛婉宁谋害她的女儿黎端县主，害得黎端县主中毒，在别院养了2个月才恢复。薛大姑娘，黎端县主指认你在长公主生辰宴那日谋害于她，此事你可认？回大人，民女不认，民女从未加害过县主。那日去长公主府，只是去参加宴会，不曾对县主有任何不敬。民女不知县主为何要污蔑民女。县主，薛大姑娘所言可属实。你说薛大姑娘意图谋害你，可有证据？本县主亲眼所见，这还不算是证据吗？那日午时，她在花园中跟一男子幽会，被我撞见，就让人把我绑了送出城，想要杀我灭口。哼，本县主眼睛又不瞎，看的是清清楚楚，结果还没开口说话就被打晕。不是他，那还能是谁啊？定是他跟那狗男人联手害我。前脚我母亲生辰宴上，大殿下才同淑妃娘娘跟我母亲请示要娶她为妻，后脚他就被我撞见了跟人幽会。若不是他让人绑了我，本县主能在自己家后花园走丢吗？本县主那日最后见的一个人就是他，要不是他做的，那他敢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来那个男人是谁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民女不知何处得罪了县主，使得县主如此费尽心思的要污蔑我。我一个弱女子，如何从偌大的长公主府中绑走县主？县主撒谎都不打草稿的吗？还是县主仗着自己宗室的身份就可以为所欲为，随意冤枉污蔑民女的清白？婉宁，休得放肆！殿下，小女无状，一时口不择言，冲撞了县主，还请殿下千万不要同小女计较啊！本宫听侯爷这意思是在说本宫仗势欺人了。我宗室皇族不分青红皂白，仗势欺人了。殿下恕罪，臣万万不敢。侯爷贵什么？这是京兆府衙门，衙门的职责就是给百姓，给我大昭子民主持公道。本宫不过是带着女儿来申冤罢了。本宫身为宗室，难道就是大昭子民了？敢问府医大人，本宫今日之举可有不当之处，值得广平侯你跪地逼着本宫认了宗室仗势欺人之罪吗？殿下言重了，下官身为府官，理当为大昭百姓分忧解难。今日无论是谁有冤屈，下官都一定会遵循律例，秉公办案，还县主一个公道。广平侯听清楚了？是，臣听清楚了，是臣之过。可以继续办案了吗？殿下请放心。薛婉宁刚刚一腔义正言辞的祸水东引，被长公主这么三两句就给化解了。原本方才她说完之时，外面还有声音窃窃私语，这会儿竟是一个声音都没有了。安静的薛婉宁头皮发麻，显然再想用身份说事已经是不可能了。敢问县主，你说那日你撞见薛姑娘与人幽会，可还记得具体是什么时辰？开宴用午膳的时辰大概是午时末到未时初。那天呢，开宴之前耽搁了一会儿，我没有心情用膳，就一个人去花园里去闲逛。结果就在花园边缘的走廊里撞见了薛婉宁跟一个男人靠得很近在说话。我没有听清他们说了什么，但我也不好打搅他们的好事，就转身要走。结果刚走了2步，人就被打晕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京城外了。一个穿着黑衣的杀手给我喂了毒药，把我扔进了近郊的河里要毁尸灭迹。要不是我命大，我这会尸体都烂透了。我并未去过花园，也没有见过什么男人，县主不要血口喷人。薛姑娘，既然你这么说，那本官问你，县主所说的这个时辰，你在何处，在做什么，可有人证？那日民女胃口不佳，本想提前离去，因身体不舒服，在院子外的亭子里坐了一会儿，没有人陪同。后来听说县主不见了，民女被留在府中问话，其他事情民女并不知情。那也就是说，并没有人能替你证明你那个时间没见过县主，县主却说亲眼见过你。薛姑娘，你当如何自证？民女冤枉，民女当真不知当日发生了何事，也没有人证。但县主说看见了民女，那民女也问县主，可有人证？本县主亲眼看见，这还不算是人证？好啊，薛婉宁，你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你当本县主一点证据都没有啊？你都不想想你少了什么东西吗？我劝你啊，还是老实交代，那男人究竟是谁？你说出来，我们当面对质不就行了？林霜，东西拿过来，睁大你的眼睛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你当日穿的披风，你倒是给我解释解释，这披风为何在我身上？你还敢说你是不知情？这确实是民女的披风，只是那日民女休息时有些闷燥，便随手解了披风放在了长公主府上的亭子里。后来县主出事，民女被喊走，一时匆忙忘记了。薛婉宁，你就是敢做不敢认是吧？你不肯交代那个男人是谁，你以为我就找不到了吗？大人，那天来我们府上参加我母亲生辰宴的宴客名单，我们府上都收着呢，还请大人安排一下，挨个传唤。
我就不信我找不出那个人过来。敷衍的目光落在两个人的身上，一时半刻有些拿不定主意。大人若是觉得为难，本宫可以出面，将那日宾客挨个请过来。大人意下如何？